各位，前2天啊，我刚说完咱们对巴拿马的雷霆手段，结果呢，报应来的比快递还快啊！根据3月14号巴拿马星报的最新爆料，巴拿马那位穆总统啊和手下一帮部长，已经开始疯狂给自己找台阶了。那个画面啊，简直是厚着脸皮啊，在媒体上公开求饶。还记得2月26号那天吗？那天一大早，巴拿马总统那个穆老头在记者会上那叫一个意气风发呀！当时就有这个记者问他：“总统阁下，你把人家中国企业的港口给抢了，你就不怕中国报复吗？”你猜这个老头他是怎么回答的？他大手一挥说道：“相信我，不会发生任何事情。”这还不算完啊！紧接着呢，他当着所有镜头的面叫嚣道：“尽管我们承认中国是世界强国，但是他们呢比我们更需要我们，因为他们生产的所有东西，他们买的天然气都要经过我们的巴拿马运河，而且呢，他们卖的很多商品都得走我们的科隆自贸区。”大伙儿听听啊，这话狂不狂啊？连巴拿马星报自己家的记者在写报道的时候，都忍不住在括号里加了一句：“总统的语气带有挑战中国的意味。”这哪是挑战啊？这简直就是老寿星吃砒霜，嫌命长。中企在3月13号对外大倒苦水，说巴拿马政府现在不仅是强占了港口，他们甚至派人把中企设备物资通通强行扣留。长江实业直接怒了一纸诉状告到了国际商会，要求这个巴拿马政府赔偿至少20亿美元的巨额损失。3月10号，中远航运呢发了一份声明，声明大概意思是，从今天起，中远航运的所有船只绝不套这个码头半步，所有已经确认的订舱全部取消，客户们请联系销售去找别的备选方案吧。这则声明一出整个巴拿马航运界瞬间倒吸一口凉气。各位要知道，中远航运那是什么体量那可是全球航运界的巨无霸呀。对于巴尔贝亚港来说，中远航运就是他们最大的金主爸爸，是名副其实的 VIP。 这一招釜底抽薪直接把巴拿马政府给打懵了。港口你抢去了又怎么样呢？没了中远航运的海量货物支撑，你那2个港口就是一堆没用的废铜烂铁，你连吊车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与此同时中国方面呢直接约谈那2家准备接盘的西方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和地中海航运集团。这一套组合拳打起来巴拿马那2个被抢走的港口瞬间就变成了无人问津的鬼城。如果你以为中远航运撤走就完了，那你就太天真了。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兵法那讲究的是连环计。这不，真正的王炸正在悄无声息的降临。据这个美国新闻网报道最近在中国的各大港口出现了一个极其有趣的现象，凡是挂着巴拿马国旗的远洋货船受到的检查力度突然呈指数级上升。这事呢被希腊的一家大型航运公司捅给了巴拿马驻希腊的总领事馆。消息呢传回巴拿马国内，整个这个政府高层直接炸锅了。这到底是咋回事呢？我给大伙儿科普一个航运界的冷知识方便旗。巴拿马这个国家除了收这个运河过路费它还有一项巨大的国家收入来源，那就是卖国旗。全世界呢有成千上万艘远洋货轮，明明这个老板是希腊的、美国的、欧洲的，但是船尾都挂着巴拿马的国旗。为啥呀？因为巴拿马的税极低而且对劳工法规的监管基本上等于0。这在业内呢就叫挂方便旗。巴拿马靠着向这些船只收取注册费，那每年也是赚得盆满钵满可以说是他们国家财政的第2大支柱。现在好了，你在港口上恶心中国，那中国海关和海事部门能让你痛快吗？咱们也没说不让你挂巴拿马旗的船进港，都是文明人嘛，讲究的是合法合规。但是既然你巴拿马呢是一个如此不讲信用、随意撕毁合同的法外之地，那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你们国家注册的船只在安全标准、环保标准甚至货物合法性上都存在巨大的隐患。所以呢，对不起，请你靠边停船，
别的国家船只呢只查1遍，挂巴拿马旗的船啊，咱们查3遍。甲板有没有生锈？查。船员的健康证有没有过期？查。这一套全套大保健做下来啊，一艘船在港口得多耽误个3、5天。各位，航运界那就是时间就是金钱啊，一天耽误下来哦，几万、10几万美元的损耗就进去了呀。那些希腊的、欧洲的大船东们一看这个架势，直接吓尿了。美国媒体呢甚至在煽风点火，猜测未来挂巴拿马旗的船只可能会被禁止进入中国港口。这要是真的，那巴拿马的国旗啊就会成了一张废纸，谁还敢去巴拿马注册啊？巴拿马的财政收入呢将会面临断崖式的崩溃，这才是真正的降维打击。那面对中方这一波接一波密不透风的反制风暴，巴拿马政府啊终于撑不住了。短短半个月哦，当初那个叫嚣不会发生任何事情的傲慢总统啊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在这个媒体面前满头大汗、语无伦次的政客。咱们来看看巴拿马星报3月14号的报道啊，这简直就是一部生动的打脸狂想曲啊！首先登场的是巴拿马运河事务部长兼总统府国务秘书，这位部长大人在接受采访时那个语气软的像泡在水里的海绵，他满脸堆笑，近乎哀求地说：“哎呀，我们希望中远航运呀能够重新考虑一下他们在3月10号做出的那个不再使用巴尔博亚港的决定。中远航运的货物对我们巴拿马真的是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我们真心希望他们能回到巴尔博亚港的怀抱啊！”各位听听半个月前你们总统刚说了中国更需要巴拿马，现在呢你这个部长跳出来承认中国货物对巴拿马具有战略重要性，这脸打的噼里啪啦响你们把人家的包厢给砸了，把人家电脑给抢了，现在没生意了，又哭着喊着求人家回来继续给你交钱，这世界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当巴拿马的记者一针见血地问他：“部长阁下，中资撤离是不是在报复我们呀？”这位部长吓得连连摆手，支支吾吾地说：“我不做猜测，我什么都不知道。”他甚至还扯出了近期中东的军事冲突，说这个巴拿马政府呢正在考虑重组运河供应链。听听还重组供应链呢，你那分明就是看到中东现在乱成一锅粥，全球航运本来就紧张，你生怕中国呢在这个节骨眼上把巴拿马运河彻底边缘化，你就是怕了呀。接下来登场的是巴拿马外交部长，面对巴拿马籍货船呢在中国被严查的消息，这位外交部长那是拼了老命在降温他甚至都不敢看记者的眼睛，强颜欢笑地说：“大家别慌，大家别瞎想，我们在中国受到的检查那都是行业常规检查，这绝对不是什么政治报复，我们在欧洲在亚洲其他地方也是被这么查的。”他还信誓旦旦地强调，巴拿马非常希望维持和中国互相尊重的关系，请中国千万要把我们最高法院的裁决和政治解读区分开来我们跟中国驻巴拿马的大使馆那可是天天都在保持开放对话的呀。哎呦喂，我真是被这位外交部长的厚颜无耻给逗乐了。你抢人家港口的时候怎么不提互相尊重呢？现在你的船被查了，你开始装无辜，说这只是常规检查。美国和巴拿马的媒体在报道里故意用扣押这个词来挑事儿，结果呢巴拿马星报自己吓得赶紧在报纸上发声明澄清，大家注意我们文章里写的不是扣押船只或者货物，中国海关只是检查增多了而已，千万别误会这种生怕激怒中国的卑微姿态和半个月前那种嚣张跋扈相比简直就是判若两人这就是典型的前居后恭，欺软怕硬。这篇报道一出咱们国内的网友们那是彻底沸腾了，咱们中国网友的智慧和幽默感那绝对是世界一流的巴拿马这边操作简直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长得丑玩得花，抢了我们的港口，还想让我们的船去交雇佣费养着他们，真以为现在还是大清朝呢？中远航运干得漂亮，就该一艘船都不去，饿死这帮白眼狼。穆里诺大总统呢？怎么不出来走两步了？半个月前不是说什么都不会发生吗？这才几天呀，
手底下的部长们就全跪在地上了，这膝盖也太软了，是不是巴拿马缺钙啊？查巴拿马方面骑执照啊，简直是绝杀！我跑的20年船啊，太知道这里面的猫腻了。巴拿马骑的船呢，本来就烂账一堆，平时大家是睁只眼闭只眼，现在中方呢按规章办事，合法合规的查你，查得你怀疑人生。我看哦，过不了半年，希腊船东呢就得集体把国旗啊换成利比里亚的。大家别被巴拿马高官的几句软话给骗了，他们正在拖延时间，想等着中东局势过去啊，或者看着美国组织啊能不能拉一把。咱们千万别心软，不把那20亿美元的赔偿款拿到手，绝对不能放松。这位兄弟的头脑非常清醒哦，政客的嘴骗人的鬼啊！咱们绝不能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不见兔子不撒鹰，这是咱们必须坚守的底线。巴拿马政府呢，现在的态度很明显哦，他们怕了，他们疼了，他们想要降温了。他们在这媒体上把话说得非常漂亮，又是战略重要性，又是互相尊重的，甚至连被查船了都要替中方解释，这是例行检查。但是各位，咱们老祖宗有句话说得好，听其言观其行。你巴拿马各个部长在电视上哭得再梨花带雨，你总统在总统府里再怎么低调淡化，那都没用。我们中国人在乎的从来不是你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你到底做什么实事。只要巴拿马最高法院那份荒唐的违宪裁决还没有被推翻，只要港口的控制权还没有完完整整的交还给中资企业，那中国和巴拿马之间就没什么好谈的。如果巴拿马政府呢还心存幻想，还妄图在拿走中资资产的同时继续享受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那简直白日做梦啊！接下来等待你们的将会是无穷无尽的钝刀子割肉。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我是肖兰，咱们下期再见。